各位女士们、先生们，美国副总统 J.D. 万斯。各位早上好，今天很高兴来到这里，感谢大家的邀请，特别是感谢 Band 和 Mark。刚才在后台我向 Band C. Catherine 问了好，听说 Mark 现在得了流感。Mark， 不管你在哪里，我觉得我几周前也得了同样的流感，太难受。但我相信你肯定能挺过去，很高兴和大家在一起，也很高兴能和大家谈谈美国活力的重要性，以及本届政府将如何支持国内众多最具开创性和引人注目的企业。我知道大家每天都在努力工作，我认为好消息是，从几个月前开始，你们有了一个与你们合作、为你们的努力提供便利的政府，而不是像上届政府那样让创新变得更加困难。当然，为拜登辩护，他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我认为他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但肯定没有让事情变得更容易。上一届政府并没有为我们的创新者提供帮助，正如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已经看到的，我上个月在巴黎的一个会议上发表了讲话，我和本在后台也谈到了这件事。我对一群 CEO 和外国领导人传达的信息是，我们应该正面拥抱未来，不应该害怕人工智能，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有幸成为美国人的人来说，我们不应该害怕具有生产力的新技术，事实上我们应该寻求主导它们，这当然也是本届政府想要实现的目标。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也都是这么想的，如果不是，我就不知道你来参加美国活力大会干什么了。不过我确实收到了一些人的反对意见，他们担心人工智能会带来破坏性影响。一位记者表示，我的演讲凸显了技术乐观主义者与川普总统联盟中的民粹主义右翼之间的紧张关系。今天我想以这两个群体的骄傲成员的身份来谈谈这些矛盾。让我简单的说，虽然这种担忧是出于好意，但我认为它是基于一个错误的假设。那种科技进步人士和民粹主义者之间必然会陷入僵局的想法是错误的。我认为在任何充满活力的社会中，科技当然会进步。作为一名天主教徒，我想起了教皇若望保禄二世的通谕的开篇词。劳工莫函中写道，通过工作，人类必须赚取每日的面包，并为科学技术的持续进步做出贡献。最重要的是不断提升他所生活的社会中的文化和道德水平。我引用教皇的话，不仅因为我是他的信徒，还因为他正确地理解到，在健康的经济体中，技术应该增强而不是取代劳动的价值。我认为现在有太多对于人工智能会取代工作岗位的担忧，但实际上人工智能可以增强我们所做的事情。回顾上世纪70年代，很多人担心自动柜员机会取代银行柜员，但实际上自动柜员机的出现提高了银行柜员的工作效率，而且现在在金融行业从事客户服务的人数比自动柜员机出现之前还要多。当然他们现在做的工作也略有不同，是的，他们现在做着更有意思的工作，更重要的是他们赚的钱比1970年代更多。当然创新有时会扰乱劳动力市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美国创新史表明，创新往往能提高人们的生产力，并在此过程中提高他们的工资。我认为我们都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毕竟谁会认为晶体管或金属车床的发明降低了人们的生产力呢？蒸汽机呢？真正的创新不仅能提高我们的生产力，我认为还能提升我们工人的尊严，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增强我们的劳动力以及劳动的相对价值。作为美国人，我们都应该为我们非凡的传统感到自豪。我认为这是美国发明创造的传统，以及我们国家至今仍是世界研发领域最主要驱动力的地位。但所有这些技术在劳动力市场所发挥的作用，以及我们是用兴奋还是担忧的心情来迎接创新突破，
这首先取决于我们经济体系的目的，我认为在这方面民众的观点很重要。当我们把如此多的工业基础转移到其他国家时，我们就不再在国内制造有趣的新产品，这并不奇怪。例如看看造船业，回顾二战时期，当时美国建造了数千艘自由轮船，用于运送军队货物和其他物资，以平均每2天3艘的速度建造。而现在，美国一年大约建造5艘商船，结果是今天美国仅占全球造船业的0.1%。另一方面，中国现在建造的商船比世界其他国家加起来还要多。事实上，仅去年1年，北京一家国有企业建造的商船数量就超过了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建造的总和。因此，虽然我们仍然是技术和创新领域的领导者，但我认为地平线上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迹象。我提出这些问题是想问大家，觉得中共这样一个政权会放弃利用人工智能或任何其他技术来推进自身利益，并进一步削弱竞争对手利益的机会吗？我认为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必须走在科技前沿。是的，确实存在担忧，确实存在风险，但我们必须以乐观和希望的态度拥抱人工智能的未来，因为真正的技术创新会让我们的国家更加强大。因此，去工业化对我们的国家安全和劳动者都构成了风险，最终的结果是这个国家的许多人失去了参与生产过程的机会。当我们的工厂消失，工厂里的工作岗位转移到海外时，美国的工人不仅面临着经济上的不稳定，还面临着个人和社区认同感的深刻丧失。因此，回到民众与技术乐观主义者之间所谓的紧张关系，我可以理解。当我们谈论新发明、人工智能以及各位正在研究的所有其他不可思议的技术的革命潜力时，人们会持怀疑态度，但我认为这种紧张关系有点被夸大了。所以我想回到一些技术乐观主义者之间存在分歧的问题上。我认为民众在展望未来，并将未来与过去发生的事情进行比较时，他们会看到工人与其工作、社区和团结感的疏离，你会看到人们与他们的目标感之间的疏离。重要的是，他们看到领导阶层认为福利可以取代工作，手机应用软件可以取代目标感。我记得有一次在硅谷参加晚宴，那还是我在科技行业工作的时候。当时我和我妻子与美国一些重要科技公司的领导人围坐在一起聊天，大概是2016年或2017年。我当时表达了我真正的担忧，即我们正朝着一个美国无法再支持中产阶级家庭，靠中产阶级的工资来生活的方向发展。更重要的是，即使有足够的活力来创造财富，确保这些人能够买得起房子、买得起食物等等。即使你取代了他们工作中的经济因素，你也会摧毁工作中那些有尊严和有意义的东西。我记得当时在场的一位科技公司的 CEO， 如果我说出他的名字，你们肯定知道，他是一家数十亿美元公司的 CEO。他说，我其实并不担心人们失业后会失去目标感。然后我说，那您觉得什么能取代这种使命感呢？他说，数字化的、完全沉浸式的游戏。然后我妻子在桌子底下发短信给我说，我们得赶紧离开这儿。我当时都笑疯了。当然，我不认为那位 CEO 的观点能代表在座各位的想法，但当我想到很多工人的时候，根据他们过去的经验，他们非常担心未来。坦率地说，他们的领导没有为他们服务好。然后我从许多科技乐观主义者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我认为许多科技乐观主义者看到了过度监管，他们认为这扼杀了创新。我的意思是，你们是建设者，他们也是建设者。虽然他们可能同情那些失业的人，但他们更沮丧的是，政府不允许他们创造未来的就业机会，而且他们知道
即使在数字媒体领域创业已经很难了，但在机器人、生命科学或能源等实体产业领域创业则更难。他们认为政府让他们寸步难行，他们必须信任任何向政府寻求帮助的人。我认为，无论是我们的工人，还是民粹主义者，亦或是科技乐观主义者，都被政府辜负了。不仅仅是上届政府，某种程度上，过去40年来的历届政府都辜负了他们。因为在面对全球化时，我们的领导阶层存在2种自负的想法。第一种是认为我们可以将产品的制造和设计分离。全球化的理念是，富裕国家会向价值链的上游转移，而贫穷国家则生产更简单的产品。你打开一个 iPhone 的包装盒，上面会写着加州库比蒂诺设计。当然，这意味着它是在深圳或者其他地方生产的。的确，有些人可能会在制造业失去工作，但他们可以学习设计，或者用一句很流行的话来说，学习编程。但我认为我们错了。事实证明，从事制造业的地区在产品设计方面也变得非常出色。正如大家所知，这里存在网络效应，设计产品的公司与制造产品的公司合作，他们共享知识产权，共享最佳实践。他们甚至有时会共享重要的员工。我们过去认为其他国家在价值链上会一直落后于我们，但事实证明，当他们在价值链低端做得越来越好时，他们也开始在高端赶上我们。我们受到了2端的挤压，这是全球化的第一个误解。我认为第2个误解是，廉价劳动力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拐杖，它会抑制创新。我甚至会说，这是一种让太多美国公司上瘾的毒品。如果你能更便宜地生产产品，那么你很容易选择这样做，而不是去创新。无论是将工厂转移到廉价劳动力经济体，还是通过我们的移民系统引进廉价劳动力，廉价劳动力都成了西方经济体的毒药。而且我认为，如果你看看几乎每一个引进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国家，从加拿大到英国，你就会发现生产力停滞不前。我不认为这完全是偶然，我认为这之间有直接的联系。例如，关于最低工资的讨论中，你经常会听到一种观点，即最低工资的提高会迫使公司进行自动化，所以在麦当劳，更高的工资意味着更多的自助服务机。无论你对最低工资的看法如何，我在这里不做评论。在缺乏廉价劳动力的情况下，公司进行创新是件好事。我认为你们大多数人并不担心获得越来越廉价的劳动力，你们担心的是创新。你们所做的都是用更少的资源创造更多的价值，所以我想请各位朋友，无论是技术乐观派还是民粹主义者，不要把全球化逻辑的失败看作是创新的失败。事实上，我认为全球化对廉价劳动力的渴求，恰恰是因为它不利于创新。今天聚集在这里的工人和创新者们有着共同的敌人。我认为解决之道在于美国的创新，因为从长远来看，是技术提升了劳动的价值。例如，美国体系及其引发的可互换零件革命，以及独特的移动装配线都极大地提高了我们工人的生产力，这就是美国工业成为世界羡慕对象的原因。而这正是我今天想重点谈论的。今天我想重点谈谈为什么创新是赢得全球制造业竞争、给予我们的工人公平待遇，以及通过美国伟大的工业复兴来重塑我们传统文化的关键。我相信我们正处于一个伟大的美国工业复兴的开端，因为创新可以提高工资，保护我们的家园。我知道今天在座有很多国防科技公司，并且能够在战场上拯救士兵的生命。而且我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基本上都同意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能在这里聚集这么多来自能源、精密机械以及无数关键高价值产业的伟大的发明家和思想家。我认为大家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你们都是实干家。我特意用了实干家。
这个词，几年前我被马克关于美国的宣言深深打动。我们是一个实干家的国度，我们制造东西，我们创造东西。你们来到这里，不是因为你们开发了一些昙花一现的手机应用软件，而是因为你们正在建设一些非常实在的东西。你们在兴建新的工厂，你们将利润重新投入到研发中，而且你们正在为你们的美国同胞创造新的高薪的工作岗位。这就是为什么我如此欣赏你们，欣赏本和马克以及你们的整个事业。我们现在的政府认识到，现在是调整我们的工作利益，使之与大家的利益一致的时候了。现在是调整我们的利益的时候了。将科技公司的利益与整个美国的利益结合起来，各位都以各自的方式响应了这一号召。毕竟没有人强迫你们今天来到这里。我相信你们中的任何一位都可以在东南亚或中国设立总部，并在经济上获得巨大的成功。但我希望你们来到这里，是因为你们热爱自己的国家，热爱这里的人民，以及这个国家给予你们的机会，并且你们认识到实业兴邦。我们不能以降低标准为代价来提升经济的创新能力。美国不会靠放弃童工法或者降低工人工资到低于中国或越南工人的水平来赢得未来。我们不希望那样，那也不在考虑范围内。我们只有通过做我们一直以来都在做的事情才能获胜，那就是保护我们的工人，支持我们的创新者，同时做好这两件事。所以我想在这里谈一些具体的事情。川普政府重振美国制造业的计划很简单，如果你们在美国制造有趣的新产品，很好，我们将减税、减少监管、降低能源成本，以便你们可以尽情建设。我们的目标是激励大家投资于我们自己的国家、企业、工人和创新。我们不希望人们寻求廉价劳动力，而是希望他们在美国投资和建设。因此，如果各位允许，我想谈谈川普政府已经在采取的几种方式，以构建一个有利于创新的经济体，使我们的工人能够蓬勃发展。我们的公司能够在与外国同行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简而言之，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美国优先的经济体，服务于各行各业、各种类型的美国人。首先，川普总统正在着手，并且非常认真地重新调整我们在国际上的贸易和关税制度。我们认为关税是保护我们的就业和产业免受他国侵害的必要工具，也能保护我们的工人在全球化市场中的劳动价值。事实上，结合适当的技术，关税能够帮助我们将就业机会带回美国，并创造未来的就业岗位。过去几个月，汽车行业的例子就非常重要。当你围绕像汽车制造业这样的关键产业建立起关税壁垒时，当你把这些和先进的机器人技术、更低的能源成本以及其他提高美国劳动力生产力的工具结合起来时，你就能给美国工人带来倍增效应。反过来，这使得公司能够以具有竞争力的价格在这里生产产品。我们的总统明白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上个月我们在汽车行业停滞甚至衰退多年后新增了9000个汽车行业的工作岗位。这就是为什么仅仅几周后我们已经有了新的工厂。本田、现代和 Stellantis 公司纷纷宣布了新的生产或扩产计划，价值数十亿美元，并将在已创造的就业岗位基础上再增加数千个就业机会。当然，这需要付出努力。在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内，总统废除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并为北美的美国制造商达成了一项新的美墨加协议，但这项工作很重要，我们会继续努力。其次，这就是为什么总统如此积极地处理非法移民问题，因为他深知廉价劳动力不能替代经济创新带来的生产力提高。因此，我们严厉打击边境的非法移民，成果显著。上个月，移民越境人数下降了94%，降至历史最低水平。而这仅仅发生在2个月的严格边境执法之后。感谢川普总统的领导，上个月1年多以来首次出现大部分新增就业岗位流向在美国本土出生的美国公民，这一点非常重要。1年多来，美国本土出生的公民首次成为就业增长的主要受益者。第三，本届政府正致力于降低制造商和所有其他人的投入成本，实现能源富足。我知道道格·博古姆部长之前来过。
之后还会再来。因为当我们审视一些最令人兴奋的新技术应用时，我们意识到，要维持这些技术的运行，需要大量的能源。我们很高兴，阿联酋的各位朋友，包括一些商界和政府领导，本周来访与我国政府会晤。他们一直在强调一个问题，但遗憾的是，我们的欧洲盟友中很少有人明白，那就是如果你想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就必须在能源生产方面也领先。所以我们将在能源生产方面引领步伐，走在前列。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好消息，仅仅几个月就出现了进展的迹象，汽油和柴油价格正在下降。美国原油价格大幅下跌，上周三，本届政府采取了重要措施，进一步降低能源成本，并使我们的企业摆脱令人窒息的环境法规。当然，这很好，但在未来4年里，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制定正确的税收法案，对你们所有人以及你们所有的员工来说尤其重要。我们深知恢复对资本投资100%的奖金折旧以及研发费用的完全费用化是多么重要。我们希望大家投资美国，并将确保税法能够反映这一点。为了在最初的税法，也就是总统第1届政府的税法的成功基础上继续发展，本届政府正努力扩大一些对工业基础至关重要的条款，比如将完全费用化扩展到工厂建设方面。对于包括制造商在内的企业主来说，将2017年的减税政策永久化，将为他们投资新技术和设备、雇佣更多美国工人以及发展业务提供更大的信心和可预测性。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这个国家已经开始看到本届政府大胆的经济议程的回报。对生产者和消费者来说，通货膨胀终于开始下降。上周核心消费价格指数降至2021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在劳动力市场方面，上个月的就业报告显示出现了巨大的逆转，新增制造业岗位1万个，而去年同期我们失去了超过10万个制造业岗位。正如你们可能听总统说过的，自从他上任以来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他已经在全美国获得了超过1.7万亿美元的新投资。在制造业、人工智能和其他硬科技领域新增了数十万个就业岗位，我们对此感到非常兴奋。也希望大家和我们一样，川普总统经济政策的根本前提和目标是，我认为要扭转过去40年来美国失败的经济政策。长期以来，我们沉迷于海外廉价劳动力，也依赖于将廉价劳动力引入国内，而我们变得懒惰，过度监管企业，而不是去支持他们。我们对创新者过度征税，而不是让他们更容易地建立伟大的公司。我们还设置重重阻碍，让大家难以在美国投资和建设。这种情况在2个月前已经停止了。我们会继续阻止这种情况发生，并将继续为美国工人而战，为雇佣和支持他们的美国企业而战。所以，我想感谢大家2件事。第一，我想感谢大家所做的一切。再说一次，你们本可以选择更轻松的道路。正如总统所说，在座的各位都非常聪明，是美国最有才华的人。你们选择在美国建立企业，我对此表示感谢。但我想说的第2件事是，我认为你们不仅仅是在建设自己的企业，我认为你们正在参与一场伟大的美国工业复兴。无论是未来的战争、未来的工作，还是未来的经济繁荣，我们都坚信必须在美国本土实现。感谢大家所做的一切，感谢大家选择在美国发展，也感谢大家共同建设。我希望孩子们能生活在其中的美好社会。祝大家一切顺利，感谢邀请。